最近我看了一本书，书上说，人生有8苦：生、老、病、死，爱别离，恨长久，求不得，放不下。这每一苦都能让人痛彻心扉，而这8苦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领受的，所以又是最平常、最常见的。所以这就要看你的心态。其实这就是人生的滋味，要坦然面对嘛。看不出来几年不见长见识了。别擦了，成天的擦，有啥好擦的？这家里活干不完的。哎呀，老公，你挡住我电视了。有啥好看的呀？我跟你说，电视辐射最大了，万一咱们有孩子，我对孩子不好。来，走了。好，那我别看电视，我去做饭。你怎么是个辛苦命呢？作为一个男人，在哪里跌倒，就该在哪里站起来啊！我相信你可以的。吃完吧，来。小男孩就是很调皮啊。对啊，精力很旺盛。老公，你回来啦！
你在上面一定能看到我所做的一切。虽然我不知道我做的事情是否会有结果，但我只知道我别无选择，我必须做下去。你前2天给我看的照片，林逸轩也不是这个状态啊。这小孩是谁啊？跟他什么关系？这孩子是一个叫魏继阳的男人，林逸轩现在就住在他们家。魏继阳？魏继阳又是谁啊？据我调查，魏继阳和林逸轩多年前就是朋友，还一起开过公司。后来魏继阳设计抢走了林逸轩的女友，还搞垮了公司，2个人的朋友关系也就结束了。最近几天，林逸轩住进了魏继阳的家里。他抢走过他的女友，还搞垮过他的公司，按理来说应该是仇人才对啊。你看这好的跟一家人似的。这个暂时还没调查清楚。赶紧去查，必须查个水落石出。好的。我不喜欢你老婆，要不是你老婆，我连看她一眼我都懒得看她。嫂子，林总说家里的水管坏了，我过来看一下。有什么事情，我会再打电话给你的。最好24小时开机啊！你最好遵守自己的承诺。你还好吧？不好。你告诉我，南梦姐的死到底和你有没有关系？先去看奶梦吧。
世事难料，有的时候很多事情的发展方向不是我们能掌控的。我们都说要掌控自己的生命，可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些无谓的挣扎。那边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有的时候，还是不知道真相的好。真相会让你失望的。这么说，乃梦姐的死，真的和你有关系？乃梦姐是那么善良的一个人，你无端端干嘛要卷她进来呢？她肚子里还有孩子，你知道吗？乃梦姐，对不起。如果你没有遇见我，你现在应该过得很幸福快乐才是。是我害了你。对不起。你能答应我吗？到此为止，好不好？不要再让更多无辜的人受害了，好吗？我什么都保证不了，我唯一能保证的就是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会是最爱你的人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你。你好，哦，你好，请问这是魏吉阳的家吗？家来客人了。孙林来了，杨哥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婆，嫂子好。哦，你好。这是孙林。哦，啊，我给孩子带了点吃的，不知道他喜不喜欢。客气啊你。太客气了，走，进去坐哈。坐。林总，这么着急叫我来，有什么事儿啊？喝点茶水吧。啊，来，哎，嫂子我来。没事没事。来，我来。我来，没事。我来吧，你去看看孩子。你们先聊着啊。你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有件事情呢，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。这几天呢，我一直有个想法，我想回仁义公司去。你疯了？林总，现在公司的那些老员工都已经走得差不多了，您要是现在回去，就等于从零开始。况且，仁义的心思那么重，手段又那么狠，您觉得他会让您回去吗？你现在可以说已经一无所有了，仁义想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，你对他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，他怎么会让你再去他的公司呢？即便你回去了，你又能怎么样呢？
以我对仁义的了解，凭我的直觉，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。